男人嘴里不停地喷出树叶，他急忙拿手捂住嘴，但只要一放下来，那树叶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往外飞。下一秒，男人瞬间惊醒，原来这是一场噩梦。可等他往窗外一看，树上的叶子竟少了一半，男人懵了，怎么事儿？这个满脸黢黑的男人叫小白，小语言玩得贼溜，不仅靠这张嘴赚了很多马内，还迎娶了白富美当老婆。为了买咖啡不排队，他拿起手机就开始编瞎话。What? She's in labor? Well, tell her to stop pushing. Look, I can't miss the birth of my first child. I only went out to get some coffee. 不出意外，前面的人都给他让道，没排队不说，咖啡都没要钱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错，小白这嘴上功夫，连心理医生都畏惧3分。从一进门嘴就没闲着，医生本想插句话，奈何小白根本不给他机会。这天公司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，让他签下这个神学大师。在小白看来，这简直就是手拿把掐。于是他装成信徒来听大师授课，可这里的信徒实在太多，为了能和大师插上话，他开始装疯卖傻，跟来神了似的。果然顺利接近了大师。他说自己特别崇拜大师，希望能出版他的书籍来拯救世人。正说着，顺手扶向一旁的大树，那手指像被什么咬了一下，一丝血迹留在了大树上，但他并没有在意，还不停地在那儿忽悠。大师一看这人诚意很足，便同意和他签约，这让小白无比兴奋。回到家准备和妻子切磋一下，可突然房子一阵晃动，院子里面一棵大树破土而出，走近一看，长得和大师家的那棵是一模一样。第二天一到公司，助理告诉他，大师写的书只有5页。小白听完给他气坏了，这不玩呢吗？于是立马把大师约到了自己家，想要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可大师却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一直盯着眼前的大树，告诉了小白一件可怕的事。他说这棵树已经和小白捆在一起了，小白每说一个字儿，树上就会掉下一片树叶，等到树叶掉光，他就会饮恨西北。I could die. 虽然害怕，但小白根本不信邪，甚至直接来了一段说唱。 I want my baby back, baby back, baby back. I want my baby back, baby back ribs. 瞬间掉下了一堆树叶，但小白还是不信邪，抄起一把斧子，大喊一声，直接砍了上去。男人拎起一把斧子，对着大树砍了上去，结果自己被弹飞了30来米。掀开衣服，腰上竟多出一道疤痕。此刻他终于相信了大师说的话，可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一半。他恳求大师救救自己，但大师要出差，3天后才能回来。他让小白等自己，3天内尽量别说话。小白害怕极了，他想用写字代替说话，结果叶子同样会掉，气得小白比了个国际手势，那叶子竟然又掉了。为了避免说话，买杯咖啡只能拿手一顿比划，结果店员会错意，给他点了6杯。逛马路时又遇到一个盲人。 Can you tell me when it's safe to cross? It is. Thanks, fella. 盲人想都没想就走了出去，小白急忙上去救他，不仅咖啡全都洒了，还导致发生车祸。再次见到心理医生，小白一句话没说，在那大眼瞪小眼，给那医生都整不会了。等到了公司，才遇到真正的难题，老板让他去接待客户，可小白愣是说不出话。此时2只松鼠爬到了树上，他不停地扭动着身体，直接搞砸了这次碰面。老板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决定给他一次机会。就在他和客户吃饭时，园丁正在给树喷洒农药，他瞬间变得5迷3道，跟喝醉了一样开始抽风，还把饼干插进了老板的鼻眼里。老板当场就把他给炒了，因为不能开口说话，让妻子认为他不爱自己了。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小白把自己的事儿以画画的方式告诉了助理，他让助理留在这儿看着树叶，自己则去做一些善事，买了一堆面包发给街上的流浪汉，又去修道院捐了1000马内。可叶子还是会掉，他又狠下心摘下手上的名表，直接给捐了出去，但还是阻止不了树叶掉落。他又把手表要了回去，就这样一直等到大师回来。可大师却说没有任何办法，一切只能靠自己，还提醒他可以在临死前去完成一些遗愿。小白醉醺醺的回到家，他把这些都怪到了大树头上，对着大树哭哧一下，结果自己像被人敲了一下。他对着大树开始爆粗口。 Stop talking, you idiot! Just stop! 小白不但没听，又唱起了说唱，简直是不要命了。助手只好一拳把他打晕，然后拿胶带封住他的嘴。而此时树上仅剩下不到20片叶子，这个男人的灵魂和树捆绑在了一起，给树浇水的同时，他就会汗如雨下。小白每说一句话，树上就会掉下一片树叶，当树叶掉光时，他就会死。而现在树上仅剩下不到20片叶子，这也说明他说不了几句话了。他跪在那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开始不停地抽泣。他用手抚摸着和他命运相连的大树，然后又把胶带粘在了嘴上。
他拿来水管给大树浇水，希望能有奇迹发生。突然他看到一只蝴蝶在那儿飞来飞去，最后落在了大师写的那本书上。小白捡起那本书，坐在那儿认真看着，内心也在考虑最后几句话应该用在哪里。他先是找到妻子和儿子，跟妻子说了几句话。 You, me, we, eternity. 这将是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然后他来到咖啡店，把一张限量版唱片给了那个好心的店员。 Is this really for me? Ye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树叶又随之掉下2片，但小白却感到无比轻松快乐。随后他来到海边，看着四周的人们笑得都很开心，他这才意识到幸福原来是这么简单。对孩子来说就是坐一次摩天轮，对于青年是一个爱的吻，对于老人就是有老伴在身边，这些都是用钱买不来的。他坐在长椅上想了很久，随后他去看了健忘的老母亲，而老太太又错把儿子认成了丈夫，小白却直接答应下来。 Yes. 然后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了母亲的唠叨，临走时说道 Mama, I love you. 说完，树上只剩下最后3片叶子。告别了母亲，他来到父亲的坟前，在此刻他终于原谅了当年不辞而别的父亲。 I forgive you. 紧接着一顿电闪雷鸣，随着最后3片叶子掉落，小白也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但这并不是结束，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他挣扎着接起电话，原来那棵大树又重新活了过来。虚伪的那个小白已经死了，现在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他。故事最后，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